大家好，本期视频就目前在加拿大 Costco 出售的商品为大家做一下推荐与不推荐。如果大家对这些商品有疑问或者是有不同意见，欢迎您在留言区内留言，盼望着能够带来有用的资讯，让大家在购物的时候不但能够节省时间，也能够节省金钱。首先推荐的是 Le Creuset 目前正在打折的这个珐琅锅，它的容量是 3.6 升，坚固耐用的铸铁材质，再配以搪瓷涂层，它可以很好的循环热量和水分，可以轻松的炖煮、烤箱、烤制。如果要入手白珐琅锅， Le Creuset 这一款是不错的选择。珐琅工艺对质量有一定的要求，我自己家中有一个比这个大一点的白珐琅锅，已经用了5年多，依旧完好无损。图便宜买的其他品牌白珐琅很快就变得斑驳不堪了。当然 Costco 的这个价格还有降价的空间，如果低于200元那就不要犹豫了。这个一组2支的儿童水杯也是非常不错，每一支的容量是473毫升，它内部采用真空双层隔热设计，可以保冷长达24小时。里面的食品级不锈钢材质也可以放入洗碗机内清洁，吸管折叠后还能够防漏，完全不用担心孩子带去学校会漏水。上面还有一个舒适的环形手柄，可以将它挂在书包上，它也可以保热几个小时，但是不建议用这个杯子来装开水，以免烫伤儿童。这个一组6个颜色鲜艳的陶瓷马克杯，它是由釉面的石器制成，坚固耐用。每一只外面还有形状各异的浮雕花纹。这个马克杯每一只是20盎司的容量，不但可以作为咖啡杯、茶杯，就是做汤碗都够用。这套马克杯目前在加拿大的 Costco 还有折扣。在食品方面，首先要为大家推荐 Costco 这个有机的整只鸡。这个鸡是新鲜的，一袋里面有2只，很少打折，差不多要30元，价格是10块9毛91公斤。我按照老饭骨的方子做了一个迷迭香烤鸡，就是先准备一些迷迭香的叶子，如果没有，用百里香叶也可以。再准备1大勺的孜然粉、1大勺的蒜粉和几片香叶片，用研磨机将其打碎之后，加2大勺的海盐，再加上1小勺的胡椒粉，能吃辣的放一点辣椒粉，或者用红椒粉来代替增加颜色。烧一点开水，将鸡先烫一下，然后放在晾架上稍稍控干，再用镊子将鸡肉的表面完全的清洁干净。腌料当中再加入半粒的柠檬汁，将整只鸡的里外都抹上腌料。在鸡肉和鸡皮之间，我还会塞入几块已经室温软化的黄油，尽量将腌料抹遍鸡肉的各个部位，像大腿、鸡翅这些地方还要不断的用手揉搓几下，然后再用牙签将鸡胸重新的封住，再用一条棉线将2个鸡腿绑好。腌制好的鸡肉要静置1个小时以上再烤。第一次烤整只鸡，我用的是 John Deere 的蒸烤箱，这个容量达38升的蒸烤箱，烤2只鸡都没有问题，而且还配有一个烤架。其热风循环烤制功能能够让食物均匀的受热，做到外焦里嫩。我烤制了1个小时，鸡肉就已经做到软嫩多汁，非常入味了。虽然说自己烤要比 Costco 卖的烤鸡成本高很多，但是自己烤出来的可太香了，而且有机鸡肉吃着也更加的健康。还有 Costco 的这个整只的羊肉特别的推荐，它现在是12块4毛91公斤，是店内少有的不升反降的商品之一。前一段时间和朋友拼了1只，切好后都按照部位整理好，放入冰箱冷冻了。先拿出2块羊排来，然后就着排骨的缝隙将其切成小块。我用的是18子做的砍骨刀，这个刀采用3合钢制成，坚固耐用。我用了一段时间了，感觉这个刀比双立人的还好用。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千万不要用切菜刀来砍骨头。然后将羊排焯一下，
如果喜欢炖菜的，我推荐大家用小高姐的红焖羊肉的方子。用这个方子炖出来的羊排一点也不膻，非常的入味，连家里的小朋友都爱吃。喜欢烧烤味道的，用酱油、孜然粉、盐将羊排腌制一下，然后用 John Dim 的蒸烤箱来烤。这个蒸烤箱完全打破了我对传统烤箱的概念，它能够在蒸烤过程当中配搭使用。智能的 M 管交互发热，烤制食物的时候多层铜烤，根本不用翻面。这样烤好的羊排不但丝丝入味，而且不干不柴。我将一只羊腿上的肉也都切成小块，用洋葱盐腌了一下，汆成了肉串，再喷上一点鳄梨油，多撒一些孜然粉。图省事儿，还是用 John Dim 的这个蒸烤箱来烤。这个蒸烤箱里面配有2个烤盘，还有一个烤架。它的最大特点是下置式的大容量水箱，不但是在使用蒸制功能的时候可以循环蒸汽，就是我在选用上火烤制羊肉串功能的时候，它的智能控温系统也能够锁住食物的营养，保持其鲜嫩的口感。而且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，15分钟就烤好了。当然，很多人还是喜欢炭火烤的羊肉串，但是用烤箱烤出来的，我觉得更嫩一些。尤其是在天气不允许的情况下，用烤箱烤羊肉串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科克兰品牌的这个招牌有机鸡汤，它选用优质的材料制成，具有浓郁的鸡肉风味。这个鸡汤里面不含有盐，口感更加的自然。在烹饪食物或者是在做饺子馅的时候加一些，能够提鲜。这个有机鸡汤今年以来很少打折了，前一阵子有黑卡会员折扣，就赶紧买了2箱。被很多人吐槽的这个思念品牌的烧麦，我个人觉得还不错。这个烧麦是冷冻的，它里面的馅料有猪肉、玉米、胡萝卜、洋葱、芝麻油以及玉米淀粉，里面还有2张烘焙纸。我用北鼎蒸锅蒸了10分钟，搭配着伍斯特酱，我觉得口感还可以。肉质并没有像有的观众朋友评价的那么差，馅料里面的淀粉以及玉米粒儿确实是不少，没有纯肉烧麦那么实惠。但是这个一包内24个，我当时清仓特价买的时候不到10元，还是比较划算的。这个夹在面包当中的芝士片，虽然每个超市都有，但是 Costco 的这个价格即使不打折也是最划算的。这个芝士片我们家几乎天天都离不开，从早上开始我就会用早餐机将它做一个芝士三明治。我家里是 John Dim 的多功能早餐机，它有3个不同用途的烤盘以及2个蒸盘，用它来烤制三明治的时候实在是太简单了，我们家的小朋友都可以自己操作。用来做三明治的面包我也是自己烤制的。这个早餐机它可以双面加热，将芝士放在2片面包中间，然后盖上盖子。这个机器的自动控温功能可以在温度过高的时候自动关闭，同时在烤制三明治的时候用小蒸锅来蒸鸡蛋。忙碌的早上用它来做早餐，还可以轻松的换烤盘。做花样早餐这么一个小小的机器就搞定了。别小看这一小块的切达奶酪片，跟面包这样烤一下，不但香浓美味，而且补钙补铁。再加上一粒用这个早餐机蒸好的鸡蛋，软硬适中，一点也不老，这一天的营养早餐就解决了。5月份打折的这个速食的乌冬面，我个人不太推荐。这个一袋里面有4包，一共834克，并且含有粉料包和干料包。料包内的乌冬面看着就没有冷冻的那么新鲜。按照说明上可以微波炉或者是炒锅来加热，就是把料包和粉包放在乌冬面上，然后加水即可。用炒锅加热倒是很快也就煮熟了，但是所配的干料包不足以给这个面增色，而且总体味道偏甜，下次打折也不会再买了。最近出现的这个顶好牌的硬豆腐非常不错，
它是采用非转基因的原料制成，每一盒1磅，不是特别硬的那一种，煎、炒、炸、炖都可以。我取出来一块，将它沥干水分，配着虾仁和青葱做一个豆腐虾饼。先将这个豆腐抓碎，也可以放入绞肉机内搅打，但是不要打时间太长，以免出水。加1小勺的盐，1粒鸡蛋，2大勺的玉米淀粉，然后将200克左右的去皮虾仁放入绞肉机内搅打。我是将2根小葱放进去一起搅打的，然后和抓碎的豆腐拌在一起，这样更方便。用刮铲稍稍搅拌一下，拌匀即可。煎这种饼，我通常会用一个多功能的6格烤盘，㧟1大勺的面糊放入每一个烤盘格中，先开大火定型，然后再转中火慢慢的煎。这个饼胚如果水太多的话，很容易散，大家可以根据情况再多加1大勺的玉米淀粉。要煎个3-5分钟，等一面完全定型再翻面。翻面之前也可以视情况在上面喷一点油。煎好后的这个豆腐饼，虾肉和豆腐块粒粒可见，口感软嫩也层次分明，做早餐午餐都不错。好，本期的推荐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。视频当中除了 Costco 以外的厨具都可以在北美华人生活馆购买得到，购买链接以及折扣码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内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